一提起非洲，多数人脑海里会自动弹出撒哈拉黄沙、草原迁徙的标配画面，但乌干达偏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。这个蹲在东非高原上的国家，堪称非洲大陆的反差猛天花板，既有高原水乡的温润，又有让人笑出眼泪的奇葩操作，既有舌尖上的魔幻暴击，又有历史里的荒诞名场面。今天咱们用唠嗑模式解锁这个藏满惊喜惊吓的神奇国度。一、历史名场面，国王的催肥事业与独裁者的头衔狂欢。乌干达的历史从来都不缺 drama 情节，随便拎出一段都能当脱口秀素材。19世纪布干达王国的罗梅尼加国王就是个把以胖为美玩到极致的狠人，他的核心 KPI 不是治国理政，而是把后宫妃子养得越胖越好。在他的宫廷里，妃子体重低于91公斤都没资格上桌吃饭，最胖的马拉玛妃子重达136公斤，胖到只能靠爬行移动。为了达标，国王还研发了催肥秘方，本质就是加了蜂蜜和奶油的南瓜汤，妥妥的古代版热量炸弹。在当时，丰腴是富裕的象征，罗梅尼加靠这波操作，硬是把后宫打造成了国力展示厅。只不过这宠爱太沉重，妃子们每天被强制灌汤，连自由活动都成奢望，也是挺悲催的。如果说罗梅尼加是荒诞可爱挂，后来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就是戏精霸总挂。这位只上过4年小学的总统，履历堪称魔幻，从拳击冠军逆袭成总统，靠兵变夺权后，一边搞恐怖统治，一边疯狂给自己加头衔终身总统。大英帝国征服者，非洲万王之王，恨不得把字典里所有霸气词汇都贴在自己身上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娶了13位妻子，生了54个子女。下台后流亡多国，最终在沙特病逝，事迹还被拍成电影《最后的苏格兰王》，成了乌干达历史上最出圈的反派。当然，乌干达也有正经历史。公元1000年起，这里陆续出现多个王国。1962年摆脱英国殖民独立，传统部落文化和殖民残留的欧式印记碰撞，让这个国家自带反差感 buff。2、饮食暴击，香蕉当饭吃，文字做成饼，想读懂乌干达，先得过舌尖这一关。这里的饮食界主打反套路，温柔的香蕉能当主食，烦人的文字能当菜，没点勇气真不敢轻易下嘴。首推国菜 matroka 香蕉饭，别以为是咱们吃的香甜薯香蕉，这道菜用的是未成熟的绿香蕉，淀粉含量拉满，口感和土豆、山药没差。制作流程很有仪式感，剥壳后用香蕉叶包好蒸熟，捣成泥，再浇上番茄、甜椒、咖喱熬的酱汁，或是炖烂的牛羊肉。第一次吃的人都会蒙圈，这确定是香蕉。但对乌干达人来说 matroka 是刻在 DNA 里的乡愁，婚礼庆典少了它，就像咱们过年没饺子，相当失礼。如果说香蕉饭是常规操作，蚊子饼就是乌干达的硬核招牌。每年3到5月的雨后傍晚，维多利亚湖畔会冒出万亿只摇蚊，这种蚊子不吸血，成群飞舞时像一团团黑烟雾。当地人见状，立马抄起锅碗瓢盆，在容器上抹点油，对着蚊群疯狂挥舞。熟练工一晚上能捕50万只，刚好做一块巴掌大的蚊子饼。制作过程简单粗暴，把蚊子加水捣烂，拍成黑饼，暴晒脱水后烤熟。据说吃起来焦香酥脆，带点坚果味。不过大家放心，这不是日常美食，是食物短缺年代的应急蛋白质来源，现在很少有人吃了。只能说乌干达人的生存智慧不服不行。除了这俩明星菜，乌干达饮食还融合了英式、阿拉伯式风味。早餐常吃的抛瘦粟米面粥，黏糊糊的配蔬菜酱很开胃。热带水果沙拉酸甜爽口，解腻又健康。街边小吃摊可以大胆尝试，毕竟在这里每一口都是开盲盒。3、习俗大赏，穿衣服招灾。这些规矩太颠覆乌干达有65个民族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奇葩规矩。不少习俗让外国人直呼看不懂，比如东北山区的卡拉莫贾人坚信穿衣服会招灾，无论男女老少都习惯全身赤裸，妇女最多在下身多块兽皮。乌干达政府曾推行强制穿衣运动，结果遭强烈反抗，有人刚穿上衣服就被族人撕得粉碎，还被逼着吞下碎片。只能说文化差异太大，咱们看不懂，但要尊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部落忌讳别人问牛羊数量，觉得属牛会导致牛丢失，对牛羊的保护欲拉满。还有更离谱的，一些部落里，部落首领娶处女为妃，会遭全族羞辱，女性穿裤子会被骂不道德。另外，乌干达有种叫欧姆波肉的杏树，当地人认为根不能壮阳，要么直接嚼，要么晒干磨粉泡水喝。
虽无科学依据，但不妨碍它成为网红好物。可惜现在因过度砍伐濒临灭绝。当然，乌干达也有温暖的习俗，当地人热情好客，见客人会主动拥抱握手，女士会略屈身问候，特别有礼貌。被邀请到家里做客，主人会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。聊天话题从世界大事到家长里短无所不包，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别在应酬场合只谈生意，人家也想放松唠嗑。还有些禁忌要牢记，别问天主教主教有几个孩子，别问年轻神父夫人在哪工作，家里祭祀先祖的摆件不能乱摸。有些部落不喜欢用左手摸小孩头，觉得会影响长高。入乡随俗才能更好感受这个国家的魅力。4. 隐藏彩蛋，不止奇葩，还是文化宝藏的。别以为乌干达只有奇葩标签，它其实藏着不少文化宝藏。截至2023年，乌干达有6个项目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每一个都很有特色。比如马迪族的碗形竖琴音乐与舞蹈，既能在婚礼、丰收庆典表演，还能调解冲突、悼念亲人。制作竖琴时还要举行祈福仪式，把扫帚和石头放进琴里，祈祷祖先，让乐器发出动听的声音。还有寇这尔口头传说，讲述了1500年前女酋长寇这尔的智慧和领地的繁荣，里面藏着大量谚语，既强调勤劳的重要性，也歌颂女性的英勇。这个传说全靠长者口头传承，壁炉边、放牧时、手工艺制作现场都是传承的舞台。可惜它现在被列入急需保护名录，再不保护，这些精彩故事可能就失传了。服饰方面也很有看点。布干达布索加地区的女性婚礼上会穿戈梅斯长裙，色彩鲜艳，裙摆拖地，腰间系着 Kitten Bella 大腰带，气场拉满。日常则穿Chitanzo面料的短裙，方便活动。男性的传统服装是坎祖，类似长袍，穿起来庄重又得体。遇到当地婚礼，能看到成群穿传统服饰的人，场面热闹又喜庆。想感受文化氛围，坎帕拉的乌干达博物馆不能错过。1908年成立的博物馆里有可演奏的传统乐器、狩猎装备、考古文物，还能体验传统美食和手工艺品。国家图书馆则很现代化，提供数字化资料、4G WiFi， 甚至有电子阅读器可用，在这里能看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。5. 总结，越了解越上头的神奇国度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应该能 get 到乌干达的反差萌了吧？它有荒诞的历史，有硬核的饮食，有颠覆三观的习俗，更有珍贵的文化宝藏。这里没有发达国家的繁华，却有最原始、最真实的生命力。习俗可能让你惊讶，但藏着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。如果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地，想找个能感受文化多样性的地方，乌干达绝对是不错的选择。在这里，你可能被蚊子饼吓到，被奇葩习俗逗笑，也会被温暖的人情打动。毕竟世界的精彩就在于这些与众不同的存在。最后提个小建议，去乌干达旅游记得做好攻略，尊重当地文化习俗，带上包容和好奇的心。相信我，这趟旅程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。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同时拥有崔肥肥、蚊子饼和不穿衣部落的奇妙体验呀。